好，这一节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它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他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叫定28点。
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那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它的领土一直沦陷，它每一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一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三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浏览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而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三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呢，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又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皮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皮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
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哈。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这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哈。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讲。大家记不记得第二个是欧洲哈？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啊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哈，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着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哈，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你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红军城跟库皮扬斯，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内线全部被打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俄军会不会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记得一句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时候普京提的是什么条件？他说：“你们自己主动退出整个顿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击赫尔松。”那现在反过来，他现在来讲自己把整个顿巴斯打下来了，那我会不会继续攻击赫尔松？他继续攻击赫尔松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我认为是敖德萨敖德萨是一个港口。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么一直在这样强调？记不记得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第一次开打的时候，俄军就派兵去占领蛇岛。我想印象大家应该还记得，蛇岛有七个阿兵哥在那边嘛。后来他们这个比个中指就向俄军投降了军舰，因为整艘军舰开到你这个小岛上面来。那蛇岛在什么位置？蛇岛就是敖德萨的门口那个岛那个小岛。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明显的，俄军目标就是要打到敖德萨。那现在如果说是普京有机会拿下敖德萨，他会不会继续拿下敖德萨？拿下敖德萨可以将整个乌克兰打成内陆国，可以确保他黑海舰队的安全。